这是特朗普会见韩国总统李在明为他进献仿制的新罗王朝金王冠，并授予对外宾最高敬意的无穷花大勋章。而这是特朗普在华盛顿号航母上与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亲切会晤。高市向特朗普承诺，为了世界的和平稳定，日本准备好了，并送上安倍圣遗物高尔夫球杆和镀金高尔夫球。大家好，我是正在苦等欧陆风云5准备隔一周的星辰。最近川黄的亚洲行大家都听说了吧？哎呦，活儿也太多了。在马来西亚刚下飞机与民共舞，恰好遇上美军航母连调2架飞机，之后访问日本，愣是搞成了老年相亲秀。你能想象一国首脑蹦蹦跳跳，小鸟依人，歪着头撞另一国首脑的宽阔肩膀吗？这波是想你的风吹到了东京。乐归乐，这趟川黄收获满满。太监和平协议蹭了，高市早苗爆了，金王关收了，对美投资大礼包定了，唯一美中不足的可能是没见到那个男人金将军。另一边，日韩争相送礼送投资，换取关税降低，不少人形象地称之为日韩争霸赛。那这笔看起来双赢（美国赢2次的交易到底什么情况呢？很久没聊川黄了，今天正好聊聊。众所周知，作为美利坚的新太阳，川黄是一个脱离高级趣味的领导人，人生3大爱好除了打高尔夫、自己画 K 线炒股外，就喜欢点土豪金的东西。自他上台后，先是爆改白宫，壁炉镶上金色花饰，常春藤换成金器皿，还有总统金画框、金银雕塑。白宫门楣又挂上了专门从海湖庄园运来的金色天使。他还要搞黄金舰队、金琼导弹系统。而28号到访日本的川普，更是与高市早苗宣称要将美日同盟推向新黄金时代。怎么推呢？签订美日黄金协议。首先是日本要在造船、AI 稀土等21个项目上投资美国超4000亿美元。刚开始两国利润均分，等日本收回投资后，美国吃点亏，只拿90%。另外，日本还要采购100架波音飞机、160亿美元军火，每年买美国70亿美元石油天然气和80亿美元的农产品，共计1500亿。这啥概念呢？整个2024财年，日本税收约69.6万亿日元，折合才4609亿美元。我还查到个有趣的冷知识啊！早在1987年，当时还是房地产商的川普，自费9.4万美元，在《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和《华盛顿邮报》刊登整版广告，痛骂日本占美国便宜。长大后，终于替年少的自己出了气，他真的，我哭死！如此伟大，不给他上份贺表都不行啊！华盛顿洛杉矶，从此北美富饶地，野洲南海风浪起来，甩掉2家建在一起。无名无主无法进，正无腐花门即心机，新的转黄长经济，骑龙门前小脚气，那只不测万人起刚毅，那不光谋内出当皇帝，东大过水家不进，莫到小弟出一出击。根据白宫的消息，会谈期间招待特朗普的午餐是用美国大米和美国牛肉精心烹饪的日本料理。要知道，这种场合吃饭跟咱们挑早上吃烤全羊还是佛跳墙不一样。因为董王多次抱怨日本放任米荒都不买美国大米，上届时泡沫内阁则坚决不从，甚至喊出农业是国家的根基，关税谈判绝不能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现在换高市早苗上台，意思很明显，大米可以买了，农业不是日本的根基了，自然也可以作为代价了。除了量日本之物力，解美国之欢心，会谈午餐期间，高市早苗还专门上演了一出早苗线图，给特朗普赠送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有日企在美投资建厂的具体情况，其中丰田计划投资100亿美元在美建汽车厂，日立、东芝、松下、三菱电机和软银等日企均榜上有名。怎么说呢？这甚至不能称为卖国条款，卖国总要图点啥吧？老美这一刀燃烧刀割完，日本图了个啥？图160吗？
有的兄弟，有的。以上代价换来的是川普上台后额外加征的对等关税从25%降到15%，以及董王的口头盛赞日美是最强盟友，无论你有任何问题和请求，只要我能为日本做的，我们都会在。哦，对了，董王还批准向日本的 F-35供应首批导弹。大家觉得这笔交易划不划算？我的感觉啊，就好比我双11花大价钱买了一张8折优惠券，再叠加国补，付款收货一看，楼下小卖部更便宜。现在想想，我要是石破茂，不用签这玩意儿，还能安心退休去见美少女爱豆，那我比他还笑嘻嘻。协议签署后，特朗普就与高市早苗共同登上驻日美军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就是开头啊各种爆恋爱名场面的地儿。这俩从搂肩到挽手，再到眼神拉丝儿交流，全程充满互动感。高市早苗还当场表态，2027年将防卫费提高到占 GDP 2%的目标太久了，我们要提前到今年。还有明年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时，日本将向华盛顿赠送250株樱花树。对比一下年初在白宫昂首挺胸的茂儿，这次高市真是举手投足间都把谄媚刻在了脸上，像极了贾队长。您倒是打算吃哪个呀？哪一个都不管用，看来我的病是无药可救。瞧您说的，您呐且死不了呢。我呀没少为您那倒霉的病操心。今天中午啊，我又见着一个东大代表。哦，你怎么跟他说的？我说呀，特朗普有病。他问我什么病，我就跟他说，是吧？您哪儿都难受，国债通胀样样高，军队经费私人掏，炒币带货进腰包。说你这病啊，根本不用治。哦，治了也是白治。他说您这是霸权衰落，肯定赚了不该赚的钱。什么意思？他没直说。我琢磨这意思就是，您不老老实实跟东大对着干，吃饱撑了的事儿，折腾我们干嘛来呀？八嘎！敌人烧饼是为了马嘎大爷。是啊，您多不容易呀。但是朋友们，我们觉得丧权辱国是自动带入了独立自主战天斗地的叙事。你别看高市早苗这么慢，在日本居然还是民心所向。无论是雅虎还是相关视频，前排都赞不绝口，什么首相太牛了，伟大的政治家，期待。因为在日本人的认知里啊，跟着美国那是过去70年的路径依赖，我爹还能害我不成？是不是难以理解？那我再举个例子啊，2014年日本决定购买3架美国全球鹰无人机，监视朝鲜军事设施，合同价510亿日元。坏消息是，因为各种问题，飞机一直没交付，价格反而涨到613亿日元，且预计每年维护费120亿日元，其中30亿用于40名美国工程师的生活开支。好消息是，等到2022年3月交了，首架全球鹰终于飞抵日本，此时距合同签署已经8年。坏消息是，当年7月，美国空军告知日本技术过时了，决定逐步淘汰全球鹰，而12月日方才首次完成全球鹰无人机的试飞。更抽象的是2023年日本在野党议员发现全球鹰至今还没交完，但日本已经支付了近3000亿日元维护费。别急，还有呢，今年日本又花了415亿日元购买美国最新的海上守卫者无人机，单机约合7795万美元，到2032年一共要买23架。只能说咱们中国人不要试图理解殖民地思维啊。眼看这边高市对特朗普又是真金白银砸产业，又是情绪价值的热情招待。29号，川普转到韩国，为了打赢这场争霸赛，思密达也是卷了起来。在特朗普前往庆州博物馆与李在明总统会晤之际呢，韩国专门出动传统军乐队为总统车队引路，一起欣赏下。感觉有点怪啊，但我又说不上来，好像在我们那个旮瘩还缺一个摔盆的环节。请客送礼这事儿啊，关键在于恰当。就像为什么不能请路易16吃自助餐，因为自助餐按人头收费。
开个玩笑啊！知道川皇喜欢黄金，这次欢迎仪式上，李在明专门献上了仿制的新罗王朝金王冠和无穷花大勋章。韩国官员还向川普介绍，这顶王冠花了20天纯手工打造，王冠象征着天命与王权的结合，以及领袖的强大领导力和权威，象征着美韩共同努力开启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新时代。这波拍马屁拍到川普心尖里了，毕竟董子经常用 AI 给自己戴皇冠，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川普自然非常高兴，真的太漂亮了，我现在就想戴上它。我看到有人说李在明这是欺负川皇不懂东亚文化占便宜，因为宗主对藩属国才赐衣冠呐。我查了下，新罗确实曾受大唐册封，全套称号是检校太尉、都督吉林州诸军事、持节冲宁海军使、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而且新罗不光是唐朝属国，还多次遣使向日本朝贡。但是咱们要考虑，川普底色是个商人，按他的脾气，估计不在乎虚的。王冠样式不重要，克数很重要，只要是24K 纯金就行。除了礼物李在明还办了以和平为主题定制午宴，用象征和平的百合花配以金色甜点与特朗普喜欢的地方特色菜招待川普。这餐呢倒没啥意义，我只是跟大家说一声这美国总统来韩国也得吃泡菜。至于贸易协议，相比于日本的5500亿美元，美韩这边是3500亿，现金投资2000亿，其余1500亿合作造船，以此换取美国维持对韩15%对等关税。而特朗普又特别恩准，向韩国共享核潜艇建造技术。从成果来看，核潜艇是足以打破战略平衡的利器。这场日韩争霸赛，显然韩国更胜一筹，最严厉的父亲美国则占尽便宜吗？政客你可以把它当成利益集团发声器。首先这次面子确实给足，至于里子那得看3个月内的资金到位率。毕竟董王之前说的是要日韩以预付款的方式加快落实投资承诺，现在又签了一堆没有节点的框架协议，许诺嘛谁不会呀？之前董王从中东带回的可是3万亿投资承诺，之后有消息吗？不过是都想拖着等川普下台。另外川普要加军费，李在明承诺最迟到2035年将国防开支从当前 GDP 的2.32%增加到3.5%。好家伙，2035年李在明搞不好都跟尹锡悦作伴去了。我还说2035年我准备日更呢。另一条也很重要，别看总数3500亿很吓人，但明确规定每年对美投资上限为200亿美元，对，是上限。同样的还有日本，高市早苗对着董王又蹦又跳不奇怪。在11月 APEC 峰会上，这姐们还滑着椅子搭讪印尼总统，甚至采用了搂肩这种外交场合罕见的方式跟智利总统互动。实际利益方面，特喵会上高市婉拒了川普要求日本禁运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要求，他给的理由是，鉴于禁运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可能对经济造成冲击，若日本退出只会让中俄受益。与韩国不同的是，日本一如既往的扭曲，既不愿意被当炮灰，又要借着爸爸的余威狐假虎威。11月2号自认有了爸爸撑腰的高市挺直腰杆，先是在 APEC 会上对我们的台湾问题指手画脚，随后新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跳出来要求我们停止钓鱼岛周边的活动。嗨，你这图啥呀？至于美韩核潜艇合作，表面看起来韩国有了核潜艇赢，在军费紧张、产能不足的前提下，美国用技术交换韩国未来潜艇部队的控制权，实现借机生蛋也赢。我的评价是，哥们儿，你先把自家的核潜艇造明白，再考虑给韩国造吧。大声告诉我，造核潜艇最重要的是什么？对，造。韩国核潜艇要在哪儿造呢？美国。2024年12月，韩国造船巨头韩华集团斥资1亿美元收购美国费城造船厂，随后准备花50亿美元新建2座船坞和3座码头，提升产能。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费城造船厂此前主营业务是制造邮轮，这玩意儿跟核潜艇之间的共同点，大概就像我跟吴彦祖的共同点一样多。况且制造业从来不是纯砸钱就能干，它还需要好的基建、熟练工人、优秀管理等等。以美军最新锐的哥伦比亚级核潜艇为例，该舰2019年开工，6年过去了，今年10月通用宣布首艘完工60%，预计延到2031年下水。类似外国投资美国造船的案例也不是没有。2015年意大利芬坎蒂尼收购美国马里内特造船厂，用于星座级护卫舰的建造项目，2020年中标，2022年动工。
结果由于船厂订单积压，缺乏熟练工人，海军改设计等小问题，至今首舰仍然处于令人尴尬的半死不活状态，刚演到2030年服役。小提嘴啊，星座级是一艘7000吨的护卫舰，除了要造10年，设计不小心导致意外超重10%，诸如此类问题我们已经讲的太多了，大家可以回顾之前的视频。只能说如今想在美国本土高效造军舰，难度不亚于 S 赛上滔博3:0 T1，那外包给其他国家不好意思。根据琼斯法案，海军舰艇必须在美国本土建造。啥？派韩国工人去美国？这集我看过啊，韩国熟练工人刚到费城船厂，结果因为非法签证被绑铁链关押，趁机还得发一大笔钱，1根筋变2头堵了水是啊。什么？你说慢慢造也不行，毕竟总统4年一届，大家还记得美国撬走法国的澳大利亚潜艇订单吗？2021年拜登与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斯发布联合声明，组建奥库斯安全联盟，由美英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等到2023年3月，拜登终于在新任英国首相苏纳克、新任澳大利亚总理确定了合作细节，计划2030年起向澳大利亚出售3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随后澳大利亚雄心勃勃发布奥库斯潜艇工业战略，还怒砸80亿美元要造一个停靠核潜艇的船坞，结果这边发条上满了，嘿，您猜怎么着？拜登下台了。最新消息是，五角大楼正在审核核潜艇合作是否符合美国优先政策。今年6月，美国国务卿私下向澳方长保证，奥库斯协议继续推进，只不过美国要增加条件，至今还在审核中。如果这次等钱投了，船厂建好了，美国换个民主党总统，韩国该如何应对？我有一计，为了美利坚千秋大业，确保各项政策稳定推进，希望川皇勉为其难，再连任个20年吧。此处我有一联，上联逛日韩，好礼收尽，好处占完；下联见中国，眉开眼笑，没有整活。最后我想跟大家聊点个人观点啊，可以看到从电锯总统米莱到董王普天之下皆可加税，再到高市早苗的当选以及搂肩外交，原本的国之大事正在网红化。而作为世界一级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信奉实力至上主义，像之前会见欧洲领导人，俨然一副给幼儿园开班会的状态，这次对着日本国旗眼都不眨走过去。但咱们在中美会谈中也看到了，董王呢其实是懂外交礼仪的。如今随着他如王八拳一样的关税战收割盟友，二战后世界格局正在瓦解，曾经的地球村美梦逐渐破碎，正越来越朝着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在亚洲行最后，董王还抛出了个G2概念，但是朋友们，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自夏商以来，和平共治天下的G2只出现在宋辽的100年，剩下4000多年G2都斗得你死我活。大国间的博弈是长期的、复杂的，从2018年的匆忙迎战到如今关税牌、大豆牌、稀土牌逼迫特朗普休战，可以说在这个星球上，中国是特朗普唯一搞不定的国家，中国也是唯一让特朗普不得不老老实实坐到谈判桌前的国家。世界正处于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做的就是按自己的节奏努力发展，堵住漏洞，强化自身。过去多次的中美博弈已经充分证明，时间站在我们这边。